大家好，欢迎观看 DemoSys 动态列表视图配置工具功能演示的视频。在我们日常使用 ODO 的过程中，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同岗位的用户对同一个列表视图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销售可能更关心客户的价格，财务更关注金额和发票，管理员呢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技术字段。但是呢，原生的 ODO 视图呢，除了因为字段的权限我们看到的字段数量会有差别以外，视图显示的列的顺序和列的标签基本上所有人看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包括分页都是一致的。在这针对不同角色的用户在操作同一个单据的时候会非常不方便，因为原生的所有列表视图都是通过 XML 视图去定义的。它没有办法很方便的为每一个人设置不同顺序的字段呀、不同的视图。那如果要做的话，它只能通过啊比较复杂的，就是为不同角色的这个用户去定义不同的视图来实现，这就会导致开发的工作量非常大。我们今天这个模块展示的功能啊，呃，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生的。这个动态视图配置工具、列表视图配置工具，让我们为每个用户能够可视化的配置自己的列表视图，显示他们需要的这种字段、拖拽、排排序、队列进行排序，还可以调整列表的这种分页大小等等。甚至呢，我们可以在表单中进行使用。接下来呢，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去演示的全部核心的功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页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模块的一个介绍的一个主页面啊。接下来我们要打开这个员工的这个列表视图，然后我们前面刚刚提到了，要为这个不同的角色实现不同的视图呢，我们必须通过视图去定义这个，才能实现这样的需求，满足的这样的需求。那刚好我发现员工这个视图呢，它原生就是这样干的。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管理员的视图，管理员的视角看到的内容呢，呃，它是一个独立的视图。然后我们这个普通用户看到的呢，就是另外一个视图。我把 debug 模式打开，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这个视图这个内容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视图的名字是 employee 点 list，这是它视图的名字。我们同时呢，在另外一个浏览器中也打开了这个，然后我们这因为没有权限不能编辑，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视图的名字，它的这个内容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另外一个视图的名字。就是说原生就是刚好印证了我刚才说的内容，说它是通过这个视图定义来实现这样的东西的。那这就比较不方便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模块这个非常方便的去调整这个功能。我们原生的视图呢，其实在这里边本身就有一个按钮，有个下拉菜单这个按钮通过一个下拉菜单会打开一个字段的列表。这个字段中，它的字段列表呢是通过视图中的这个定义，视图中具体的这个定义，就是定义的 option 是显示还是隐藏，来构成了一个下拉菜单。就是通过这个 optional 的 hide 或者是 show，会构成一个下拉菜单，就是可选去关闭或者隐藏显示和隐藏这个字段。那我们呢，把这个按钮改成了我们的这个啊
功能换出的按钮设置按钮。我们同时呢还在这个列的前边儿呢，也也设置了同样一个按钮，都是打开，这样的话，我们的操作会比较方便一些。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列表呢，所有的配置项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列表中显示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核心功能呢，我们实现几个核心功能。第一呢，我们可以通过拖拽去排这个列表的次序，可以通过这个 checkbox 去勾选是否启用这个显示哪些字段，然后我们应用一下试一下这个会立马就显示出来了。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英语字段比较多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这个快速搜索，通过模糊搜索来快速定位字段的这样一个功能，然后我们这个选择这个电话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应用一下我们这个设置，我们这个所有的选择的电话都已经显示出来了。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几个核心的功能。那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为这个不同的用户通过点击这个标签儿去改一个标签名字。我随便输一个这都是可以的啊。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核心的功能。接下来呢，我们会讲，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几个按钮就是说，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会针对不同呃角色的用户，在不同的设备上去设置一个不同的分页大小。这样的话，我们在不同大小的屏幕上就可以显示自己合适的这个嗯，能够是让它刚好符合屏幕大小的这样一个分页的数量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按钮的功能区域，我们也同样设置了应用和清理配置的这样一个按钮。这两个按钮和下边按钮的区别之处就是它只是清理，只是执行，并不关闭当前窗口但是我们下边两个按钮呢，就是说是系统的按钮，它会在应用这个同时它会清理，它会关闭当前的窗口。比方说，我们把所有的配置恢复默认状态。我们这又恢复了原始的设置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这种基本功能的这个演示。那我们这个模块呢和我们这个官网上其实就是有很多类似的模块一个最大的区别呢，其实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模块是可以在表单视图中去应用的。那还有一个功能，我们刚好通过这个视图给大家验证一下，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配置就首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的这个功能并没有绕开原生 ODO 的权限访问控制。比方说，我们这个管理员看到的是100多个字段，我们这个demo 用户呢看到的只有几十个字段啊。他少了几十个，就是说，这个表明我们并没有绕开原生 ODO 这个权限的控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因为我们这个经常听朋友说，我们就是官网上有一些这类模块吧，它是会破坏原生的这个权限访问的这种机制的。那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东西是可以实现为每一个用户去保存，就我应用了以后，我得保存这个功能。比方说，我们来一个明显的，我们把这个有一个带图片的 culture，就是也给它放上去。
我们把这个销售员往后拽一拽吧，sales person。然后我们应用一下，然后我们注销一下这个账户，然后我们再登录进去，会发现我们这东西确实是保存的。我们就是为每一个用户都保存了这个自己定义的这种配置。那我们对我们这个核心功能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模块首先是在常规首先实现了几个核心的功能，就是说拖拽、拖拽这个调整列的顺序，然后呢快速模糊搜索，快速定位到字段，通过这个选框勾选来选择启用或者隐藏哪些字段，修改这个标签儿列的标签儿，然后呢设置这个分页大小，恢复默认设置，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功能。那接下来我们会讲一讲这个我们这个模块和其他同类模块最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说，我们的模块不仅仅能在常规的原生的列表系统中去应用，我们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这个 form 的 automatic 字段中的去应用这个功能。那这是我们打开的一个销售的这个销售单，我们我们会看到这个销售单有个非常特别的字段叫 widget 字段。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块呢，其实就是核心功能我都不带演示，就是我们去证明一下，我们是可以在这 form 中去打开的去配置的。这里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模块呢，尽管是支持这种字段，但是呢，我们不建议大家去调整这个 widget 这类字段的这个设置。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这个 widget 是通过前端代码写的，我们并不能去呃确认、去保证这类开发它的行为的一致性。所以我们现在原生这个还好，它还行啊，但是有可能另外一个 widget 它就不好使了。啊，所以我们并不建议在这个 form 表单中，就是在我们的模块中去调整位置的这样的资料。那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采购这个呃列表中采购单中啊，还有一类字段叫 button。那这类字段倒没有问题，它不显示任何列名，但是我们是可以控制它的。这类我们啊就不做限制了就这类字段是可以去控制的，这是我们比较特别的这个地方吧。这个保存呢，我就不再去演示了就这个是肯定是可以的，我们刚才已经演示过了这个保存。那接下来我们去演示一下我们更高级的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在order 中，就是说我们的单据中只有一个这个 automate 字段。但真正我们这个模块开发的时候，真正的挑战呢，其实呢是在这个 form 视图中有多个这个 automate 字段的时候，它会它会相互干扰。我们在低版本的时候，就在这里花了大量的工作来进行开发和调试。那这个同样的新版本也是。我们在这儿也可以去演示一下。我们在这里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模块中即便你有多个，它也不会相互的影响。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相互干扰的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这个在这个 form 多个 form 中在 form 的多个 one to many 子弹中
去应用这样的这个功能。我们刚才看到的，没有数据就不太明显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这个添加的这个，我们可以清理一下啊，它就变少了。那接下来我大概讲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小功能吧。这个功能呢，其实就是这个列表项编号这样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呢，其实我们主要是为了把这个在这个列表的前边儿去实现这样一个按钮这个位置很不好调整。那刚好我们有这样一个模块，我们就直接把我们这个列表项自动编号的这样一个模块给合并到这个里边呢。并且我们的这个模块呢会支持两种方式就是说一种方式呢，是这个就是每一页单独的去单独的去编号，就是单独的去从一开始。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我们会把所有的所有的这个项都给列出来，就是说它是按照实际数量去显示这个号的。有两种方式我们是都支持的啊，我们就大概说一下这个。那我们这个应该还有一个比较啊、就需要介绍的地方呢，就是说是所有的啊、这个编号呢，在我们的分组的状态下，也是也是会正常的去为每一个分组去进行单独的单独的这个编码的。我要找一个可以分组的我们打开产品看一下吧。哦，这个功能我们就先不演示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谢谢各位观看。